我常说一句话，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，不用找算命先生，不用看八字，只要看她站在那里的样子，你就全明白了。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武断，但你要是跟我把这篇文章认真读完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规律，是宇宙最公平的法则在肉身上的显现。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女人？她走进来，没有刻意打扮，也没有开口说话，但你就是觉得她身上有一种东西，说不清楚，说不出哪里特别好，就是觉得舒服，觉得安定，觉得这个人的人生自带一种顺，不是那种杂志封面上的明星脸，也不是时尚圈追的骨感美，而是一种从里到外的圆润、柔和、沉稳，仿佛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一种踏实的气场落下来。你说这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身材里藏着的福气在向外流动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想，曾老师你说的是不是太玄了？身材跟福气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讲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但你先别急着否定，你跟着我的思路往下走。我们先把一个最常见的认知误区打破掉。很多人以为一个女人的身材好不好，是吃出来的，是练出来的，是基因决定的。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么回事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为什么有些人吃得很少，却一辈子圆润有福相？有些人拼命减肥，却怎么看怎么显得干瘪，气场低落。这不是单纯用热量表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意思是说，世间一切的显现都有它的因，都有它的缘，没有任何事情是凭空出现。你今天长成什么样子，坐在那里给人什么感觉，绝对不只是这辈子饮食习惯结果，更是你过去无数次行为和心念累积之后，在这一生肉身上开出来的花。所以当我说看身材可以看福气的时候，我说的不是迷信，我说的是因果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这是宇宙最公平的一条法则，它不偏向任何人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人。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做坤卦。坤是什么意思？坤就是大地，就是承载，就是柔顺而能生万物。坤卦的卦辞讲坤元亨，利牝马之争。什么叫利牝马之争？就是说最有利的是像母马一样的品格，温顺持久，有承载力，能走远路。你看易经里用的是母马这个意象，而不是公马，不是猛虎，不是雄狮。最高的福气不是强悍，不是锋芒毕露，而是坤的品质，是那种大地一样厚实沉稳，能装得下万物的能量。一个女人身材里藏的福气，本质上就是坤卦所描述的这种能量有没有在她身上落地生根。道德经里老子也讲过，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。水是什么？水是最柔的东西，但水能穿石，能载船，能滋养万物。你看那些真正有福气的女人，她身上的气质跟水很像，不是硬的，不是刚的，不是那种让人觉得压迫的气场，而是流动温润的。你靠近她就觉得舒服，就觉得放松，就觉得这个人很好相处。这种气质不是一朝一夕练出来的，是修出来的，是前世今生的善念善行慢慢沉淀在肉身上的结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女人有没有福气，具体要看身材的哪几个地方。我告诉你，关键就藏在腰、臀、胸这3个部位上。
看对了，不用八字，不用塔罗，只看他站在那里，你就能大概知道他这辈子的命运走向。接下来我讲的这些说准了，可能比算命先生一句话还管用。先说腰，我常说腰是一个女人命运顺不顺的显示器。民间相书里有一句流传很久的话，腰软命就软。乍一听这话好像在说坏话，其实你把它理解反了。这里说的软不是软弱，不是没有主见，而是命格里有顺的能量，遇事不冲突，红难能转弯，命运带着一种温柔的底色。你去看那些真正有福气的女人，她的腰多半不是干瘦如柴火棍，也不是像木头一样僵直无弹性，而是自然的、圆润的，连接上下身有一种流动感。她走路轻盈，转身柔和，不管穿什么衣服，都有一种温顺的气息散发出来。这份柔不是今生的瑜伽课拉出来的，而是前世一点一滴修来的忍辱力、不争之德、以和为贵的心态，在今生化作了腰身上那股顺滑的能量。我认识一位老邻居，姓陈，女的，做了一辈子裁缝，家境说不上富裕，但你每次见到她，就觉得这个人过日子很顺。她丈夫原本是个工厂工人，后来厂子倒了，正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老客户介绍他转行做维修，没几年就做出了一番小事业。他自己呢，生意也一直稳稳当当，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从来不缺钱花，孩子也省心，从不让他操心。你说这是运气吗？也许有运气的成分，但你去看他这个人，腰身自然柔软，走路有一种从容，跟人讲话从来不争，从来不硬来，遇事总能绕过去，总能找到出路。这就是腰柔带来的命顺。从中医的角度来印证这个道理，中医讲肾主腰，而肾是先天之本，是一个人元气和福气的仓库。女人腰部柔和有弹性，代表肾气充足，先天体质好。那些常年腰酸背痛、腰部僵硬无弹性的女人，往往肾气偏弱，命运之舟也容易翻波不稳。这不是恐吓你，这是身体在给你报信号。反过来看，有些女人腰部干瘪僵直，走路像一根棍子竖着走，这种硬气不是福气，而是前世可能性格过于直硬，争强好胜，喜欢压人一头，或者善妒，心肠偏硬，这一世的肉身就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了。这样的女人往往命走得比较累，工作要自己扛，家里靠不得人，贵人也远远躲开，不是没能力，而是太硬了。命运的风一吹，反倒容易折断。中医还讲，腰不通则气运受阻，腰太僵，代表人的中气被卡住，容易在中年之后遭遇阻碍，事业瓶颈，情感受伤，身体精气下滑。40岁以后感受尤其明显。那些进入中年还坚持腰背挺直却毫无弹性的人，他们的福气常常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，人生开始进入靠自己硬撑的阶段，身边不再有人主动推他一把，拉他一把。所以别光羡慕别人腰好看，不如先问问自己，你的心够柔吗？你有没有在该让的时候让一步，在该绕的时候绕一弯？在别人硬碰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用柔去化掉那股戾气，而不是针锋相对的怼回去？你能做到这些，时间久了，你身上自然会有一股顺气，而这股顺气最终会落在你的腰身上，
让你的命变得柔和，变得顺。再说臀，老话讲臀为福库，这句话你可能听过，但多半只当成迷信一笑而过。但从佛理的角度来看，这话背后藏着的是业相显果的道理。佛说诸法因缘生，一个人的身体长什么样，不是随便凑出来的，而是前世累世的德行阅历共同积累出来的结果。女人的臀部正是这个果报显现最直白的一个地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女人长得不一定多瘦，但就是让人觉得稳，像一块能依靠的磐石。她可能不是外表最出众，可是一站出来就让人安心，觉得她能撑住事，能护得住家，能成为别人靠得住的那种人。你去看她的臀部，多半是饱满的、结实的，有力量感，那不是单纯靠深蹲练出来的，那是福之肉，是承载之肉。在佛学里，这类人前世多半是发心大、愿力强的女人，她们可能曾经照顾众生、护持家庭、守护信仰，哪怕吃苦也从不退缩，因为有承担的心，今生才有能成事的命。臀部饱满、微翘不垂，正是这种母德深厚、愿力广大的具体显现。这样的女人往往是家里的财星。你别看她不是公司老板，也不是财务总监，但只要她在家里的气就顺，钱就留住，丈夫也比较容易事业有成。从命理的角度来说，臀圆不垂，旺夫纳财。从佛法来说，她自身深厚的德行会改善整个家庭的运势，丈夫运、子女运一并带动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。有一位老同学姓王，年轻时候长相普通，家境一般，身材也谈不上纤细，就是臀部比较厚实，走路很稳。她嫁了一个当时看来条件平平的男人，周围人都觉得她吃亏了。结果呢，30年下来，她老公从一个小职员慢慢做到了公司副总，孩子学习也好，家里从来没有大的风波，日子越过越顺。有人问他秘诀，他说没什么秘诀，就是家里的事我都扛。男人在外面打拼，我给他一个稳的后方。你说这是能力吗？是，但更是一种承担的心，是坤卦所讲的那种大地的品格。反过来看，有些女人臀部扁平、瘦削，骨架外露，坐立不安稳，这种身形代表她内在的承受力偏弱，做事容易急躁，情绪起伏大，责任一多就撑不住。她不见得没有才华，但容器小，装不下大的福报。在家庭生活里，这样的女人往往也难以撑起一个家的能量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气场本身就不够稳，贵人和福气自然不容易在她这里停留。佛教讲能育众生者福报大，这句话不只是说生儿育女，而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心去包容、去照顾、去成就别人。有这个心，才会有这个相，有这个相，福气才会长长久久守得住。民间还有一句话，屁股坐得稳，家里不乱震。一个女人臀部厚稳有力，代表她坐得住，耐得下性子，面对生活中的苦与难不轻易动摇。这样的人是家里的定海神针，孩子有她撑着，丈夫有她顶着，这不是吃亏，这是大福报。从修行角度来看，臀部丰厚的女人有藏福的空间，就像一个坛子，你修的善越多，福报会往你这里汇聚。但如果你的容器太小太薄，
那些福报就会从各种缝隙漏出去，怎么攒也攒不住。而臀部就是女人天生的脏腑之气，容器小而无力，代表你的福库空了，盖子松了，管你再怎么努力都装不满。所以别再一味追求瘦小标准了，不是骨感就越高级，不是臀部越小越美。从福气的角度来看，过度瘦削的臀部可能是你把福报都消耗光了，剩下的只是支撑不住的外壳。真正有福气的女人，臀部给人的感觉不是性感，而是一种稳，一种安，一种靠得住的力量感。她也许不说话，但坐在那里就让你觉得有她在，这家不会垮。说到这里再讲胸，很多人以为女人的胸部只是审美的一部分，是生理结构的问题，跟福气八竿子打不着。但你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胸怀不只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更是心的延伸，是愿力和布施心的具体表现。佛说布施则福，开心得慧。这里的布施不只是拿钱给人，更是一种愿意分享、愿意给予的内心品质。而胸部就是这种品质在身体上的具象化。你愿不愿意打开自己，接纳他人，给予爱，给予能量，最终都会体现在你的胸部上。你仔细观察那些真正胸怀饱满的女人，不光是身材好看，更让人感觉大气亲切，靠得住。她们多半性情温柔，做事有担当，对人包容，对事不计较。这不是外在装出来的气质，而是内在修行自然散发的能量。这样的女人前世多半乐于助人，广结善缘，心地慈悲，所以今生的胸怀自带一种慈母气质。佛家称这种相为大愿之相，有福有财有贵人，胸形端正，位置自然，不张扬不外露。但自然丰盈的女人，今生通常缺情感，有人爱有人守，事业上也容易得到支持与欣赏，因为她愿意给出，所以也会得到更多的回报。再说直白一点，胸怀大的人心也大，不容易被一点琐事打扰，不会斤斤计较一点得失。这样的心态在佛法里被称为无所住心，不执着于名利，不计较于小得失。这样的女人不仅外在温润，内在更有力量，走到哪里都能聚财聚贵人。因为她像一座能遮风避雨大屋，别人愿意靠近，也愿意信任。我认识一位老师，姓林，教了30多年书，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，收入不高，但你去他家就感觉那个地方气场特别好，来来往往的人多，学生逢年过节都想去看他，同事遇到难处也第一个想到他。他退休之后，有个学生专程介绍他的孩子去做生意，另一个学生帮他解决了一个困扰多年的房子问题。你说他靠什么？靠的就是那颗愿意给的心。几十年如一日，把自己的知识、时间、精力、耐心都毫不保留地分享出去，从不计较回报。这种人，佛法里讲，是前世发过大利益众生之愿的，今生才得胸怀大、愿力强的果报。反过来看，若一个女人心门闭锁，不肯布施，心胸狭窄，不愿为人付出，在佛法里，这是前世吝啬之业的延续，今生会遇到情感不顺，财运漂浮，贵人难靠，因为他内在的能量中心是空的，
可能很有才华，但就是留不住钱，守不住爱，不愿给，自然也难得。你也可以观察身边的人，有些女人条件不差，但感情上总是一波三折，事业上总是被人卡住，一路走得跌跌撞撞。这种情况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内心关得太紧，不愿打开自己，结果整个胸怀萎缩，运势也跟着越来越窄。从中医来看，胸部属于心肺区域，是气机运行的核心。心气弱，胸就不开，胸不开，人就容易郁闷焦苦。这样的情绪久而久之会转化为小气怕施，一怕给，福报也就不来了。再往深说，胸部的福气显现还藏在收放之间。那些真正有大福报的女人，胸部不会过分外显张扬，也不会干瘪局促，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丰盈。这对应着她们内心的分寸感，既懂得主动给予，也懂得拿捏，不会因为过度付出而损耗自己，也不会因为吝啬给予而隔绝福报。就像佛家常说的，慈悲而不溺爱，布施而不执着，这种智慧落在身形上，便是胸部自然舒展、不卑不亢的形态。而且胸部的福气还会影响下一代。佛家认为，母亲的身形气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福报。那些胸部丰盈、气场温润的母亲，往往能给孩子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与正能量。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更容易得到贵人相助，性格也会更加开朗豁达。这是一位母亲的福报，通过身形传递给了孩子，就像一颗饱满的种子，在肥沃的土壤里更容易生根发芽。反过来，若母亲的胸部气场局促，能量匮乏，孩子在成长中也可能会缺乏安全感，性格容易敏感自卑，未来的人生道路也可能多出不少波折。这不是恐吓谁，这是气场的传递，是因果链条在延续。讲完这3个部位，我来给你做一个总结。腰、臀、胸这3个地方，表面上看是身材问题，实质上藏着的是心的问题。你有一颗柔软慈悲的心，腰就会变得柔和顺滑，遇事绕得过去，命就顺。你有一颗勇于承担的心，臀就会变得饱满有力，能守得住福，能撑得起家。你有一颗慷慨给予的心，胸就会变得温润丰盈，贵人自然来，钱财自然聚。这些都不是靠一时的健身或化妆能伪装出来的，而是需要长期的修行与沉淀，是前世今生善念善行的积累。就像我常说的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，它是一条铁的规律，它写在易经里，写在佛法里，也写在每一个福气女人的身形上。你看那些生活并不富裕，外表也并不出众，但待人真诚、乐于助人的女人，腰身柔软，臀部厚实，胸部舒展，走到哪里都让人觉得舒服安心。这样的女人，即便遇到困难，也总会有人主动帮忙，日子过得平顺安稳。这就是身材里藏着的福气在发挥作用。而有些女人物质条件优越，外表光鲜，但腰身僵硬，臀部扁平，胸部局促，与人相处总带着一股疏离感，日子磕磕绊绊，这便是内心的匮乏显化在了身形上，让福气难以停留。那么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吗？绝对不是。我给你3条可以从今天就开始做的建议。第一，
练柔。柔不是软弱，柔是一种修炼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当你想要跟人硬碰的时候，先停3秒，问问自己，这一步能不能绕过去？这件事能不能让一让？不是让你委屈自己，而是让你把那股戾气化掉，不让它在你身上积累成硬块。你每绕过一次，每让过一次，你腰身的柔就多1分，你命里的顺就多1分。第二，炼丹。丹不是硬撑，丹是一种愿力。从今天开始，家里的事，单位里的事，凡是能承担的，你不要躲，不要推，不要等别人来，你主动去接，去扛，去做，不要担心吃亏。你扛下来的每一分重量，都会变成你臀部的厚度，变成你命里的稳度，变成你这辈子装得下福气的容器深度。第三，练给。给不是傻，给是一种智慧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手里有的能分享的，分享出去，不要吝惜，不要计较，不要等别人先给你再还。你先给知识，给时间，给善意，给关怀，给一个微笑，给一句温暖的话。佛说，布施者受福无尽。你每给出去1分，福气的管道就往你这里打开1分。时间久了，你的胸怀自然丰盈，你的气场自然温润，贵人自然愿意来到你身边。论语里讲，仁者爱人，有礼者敬人。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这句话说的不只是人际关系，他说的是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。你给出去什么，宇宙就给你回来什么。你的身材就是你过去给出去的一切在这辈子的总账。道德经最后有一句话，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，己欲有，既以与人，己欲多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不是拼命往自己身上积累，而是越给越多，越分享越丰盈。这就是福气的来源，不是抢来的，不是争来的，是修来的，是给来的。今天这番话，你要是听进去了，照着做3年，3年之后再来看你，肯定是一个身上有福气，走路有气场，命运越来越顺的人。你要是听不进去，还是老样子，那也没办法，个人有个人的缘分。但我希望你能记住这最后一句话，一个女人的福气从哪里来？从她愿意给多少开始。你的腰够不够柔？你的臀够不够稳？你的胸怀够不够开？说到底，就是你这颗心够不够大，够不够软，够不够愿意。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。愿各位都能从今天起，柔1分，担1分，给1分，日积月累，你身上的福气自然就来了。